俄罗斯最强导弹匕首倒在了乌克兰战场上。2018年，普京亲自宣布这款高超音速导弹问世，超过10马赫，无法拦截，能够突破美欧最先进的防空系统。当时许多人都在惊呼，俄罗斯彻底改变了战争规则。在俄罗斯的宣传中，它不是一枚普通导弹，而是俄罗斯重新挑战美国军事优势的象征。然而到了2026年，乌克兰甩出来一个结果，拿他们去打仗，那能赔个底朝天。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斯基称，从4月开始，俄罗斯就全面停止了匕首的生产，因为战场上没有它的生存空间。我们先看精度，一枚合格的制导导弹命中偏差应该控制在5到7米，匕首的宣传是1到5米，最多不超过10米。然而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数字是至少30米，一发砸下去直接偏出一个篮球场，和宣传差了好几倍。斯基比斯基甚至懒得掩饰嘲讽，我们几乎想不起任何一次匕首精确命中目标的记录。但俄罗斯也没办法，因为匕首的技术底子就有问题，它本质上就是个魔改货，把陆基的伊斯坎德尔 M 强行挂载到米格 31K 上，靠战机赋予初始动能来强撑射程，偏偏核心制导原地踏步。惯导搭配落后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，末端竟然没有配备任何修正装置，只能靠惯性硬砸。物理规律可不会留情，惯性误差只会随着距离一路累积，飞得越远偏得越离谱。再加上美欧制裁导致核心电子元件断供，能维持基本运转就不错了。这就给了乌军绝佳拦截空间，没有末端机动能力，匕首发射出去就是一条死板的抛物线，飞行轨迹是可预测的。爱国者3的雷达完全能够锁定它，同时它只能在大气层外飙到极高速度，返回大气层后就会急剧降速。爱国者3拦截弹完全能追上，所以匕首扔到爱国者3面前，只有被打爆的结局。除了爱国者，乌克兰还搞了一套叫利马的电子战系统，专门向匕首的导航接收器发送虚假坐标。导弹飞着飞着，计算机收到假坐标，以为偏航了，立刻强行猛拐，在几马赫的超高速下，一次剧烈的启动修正，就能活活撕裂正在飞行的导弹。7月，乌军夜巡电子战部队披露，他们已经靠利马搞掉了61枚匕首，而依据乌克兰方面的战报，截至8月初，乌军总计拦截了91枚匕首。这些都是俄罗斯的真金白银，比起其他导弹，匕首贵得离谱。和他一个技术底子出身的伊斯坎德尔 M 单价在300万美元左右。然而2024年俄罗斯国防部签的合同显示，44枚匕首订单，单价约合450万美元，这还是打包的合同价，实际造价和运营成本加一起，实际数字只会更高，这个数字抵得上好几枚战俘。而且大家别忘了，匕首还要靠米格 31K 才能发射。为了能挂匕首，俄罗斯对米格31进行了大量改装工作，机体结构、航电、火控几乎都要改。虽然没有具体的改造数据，但是这么大的改装工程，成本不会太低，改完了烧钱才刚刚开始。米格31的机内燃油容量是 6.35 吨，在亚音速巡航状态下能飞3个小时，但是要想超音速冲刺，机内燃油能在短短10几分钟内烧光。偏偏匕首的发射还要求米格 31K 必须飞到高空，打开加力，加速到 2.8 马赫，维护成本也不低。他用的 D30F6 发动机每飞300小时就要拆下来送回厂里大修，而这台发动机早在苏联时期就停产了，零件就只能拼凑，维护压力巨大。所以匕首的每一次发射还要算上米格 31K 的油钱和维护费，所有这些成本加起来，最后换来的只是一个命中偏差30米的高超音速笑话。所以俄罗斯索性停掉匕首的生产，把火箭燃料、零部件、资金全部转给其他弹道导弹。这一停暴露出更深层的问题，俄罗斯的导弹库存真的不太够了。按照斯基比斯基的评估，俄军伊斯坎德尔、口径、KH-101等多款核心导弹的库存都已经跌破了 30% 的临界红线，所以只能把有限的产能集中到真正能用的武器上。匕首这种宣传上先进、战场上一无是处的武器，自然就被舍弃掉了。纵观俄罗斯这些年展示的未来武器，匕首并不是一个孤立。从苏57到 T-14阿玛塔，再到帧数高超音速导弹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在宣传片里，它们代表俄罗斯军工的未来，但到了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，它们却派不上用场。先说苏57，普京亲口承认的全球最好战斗机，俄罗斯第5代隐身战机，号称能压制 F-35，碾压 F-22，结果连无人机都拦不下来。7月，乌克兰 FP1 远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，直扑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鄂姆斯克炼油厂，俄军紧急出动苏57升空拦截。社交媒体画面显示，这架苏57挂了273和274短程空空导弹，左侧发动机还加装了新型瞄准吊舱，专门针对拦截无人机。
然而苏57只拦到了1架，至少7架无人机精准命中联油场核心位置，完全是拦了个寂寞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在同一个战场上，乌克兰正开着 F-16拦截各种空中目标。根据防务博客报道，7月底，俄罗斯发射了61枚 Kh-101和口径巡航导弹， F-16单独击落38枚，占比超过 70%。 战绩放在这里，双方差距都不用多说。再说 T-14阿玛塔，在俄方的宣传里，这是地表最强坦克，第4代主战坦克的标杆。2015年红场阅兵首次公开亮相时，无人炮塔152毫米主炮，阿富汗时主动防御系统，听起来十分吓人。然而阅兵场上风光无限，真打仗了连影子都见不着。2023年曾有报道称 T-14被派往乌克兰，但后来的调查发现，那些所谓的部署是在训练场拍的，根本没有证据表明 T-14真正上过前线。为什么不上？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CEO 谢尔盖切梅佐夫自己说了，太贵了，投入实战不划算。T-14的单车成本各方估算在370万到900万美元之间，经不起一点损失。最后说帧数，2024年11月，俄罗斯第一次向乌克兰发射帧数，宣传口径一如既往，无法拦截高超音速，射程足以覆盖欧洲。直到5月，帧数第3次砸向乌克兰，导弹落地砸出几个3米宽2米深的坑。乌克兰拆开残骸一看，全是混凝土和金属做的惰性模拟舰，仅靠动能撞击造成破坏。36枚载入弹头不具备制导能力，也没有改变飞行轨迹的能力，只能以固定弹道落下。逼得普京事后亲自出面挽尊，说这些打击都是在测试。我们把这些武器放在一起看，就能发现一个共同特征：把它们扔到战场上，除了吓人，好像没有别的价值了。这恰恰是俄罗斯军工的弱点所在。他们能够制造少量先进样品，却无法把它们变成支撑战争的工业产品。苏联时代就是这样的，那时候造武器，第一考虑的是能不能在宣传上镇住美欧。这套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一款武器只要能进普京的国情咨文，能被电视台滚动播放，它的政治使命就完成了。至于生产线能不能拉起来，实战中到底准不准，那都是后话。乌克兰战争打响后，这些后话都变成了现实的耳光。武器再先进，上不了战场有什么用？苏57从2010年首飞至今16年了，总数还是只有30-40架。T-14阿玛塔红场亮相后，普京放话说要采购2300辆，10年过去了，实际交付不到20辆，全部手工组装，没有量产线。匕首也是1个月只能造5枚左右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俄罗斯从来没有建立完整的高科技产品供应链，最复杂的电子元件，比如计算模块、导航单元、控制系统，俄罗斯自己是造不出来的。乌克兰拆过1枚伊斯坎德尔导弹，残骸里数出了140多个外国制造的零部件，但是美国制造的就有62个，还有德国、瑞士、日本等国生产的零件。如果没有这些零部件，俄罗斯还能生产伊斯坎德尔吗？制裁切断了直接获取渠道，俄军工要么拿国产或第三国替代品硬顶，要么通过第三国倒卖，结果就是替代零件的交货周期不断拉长，成本也进一步提高，精度和使用寿命直接打骨折。更要命的是，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，恐怕俄罗斯连先进这个优点也保不住了。现在的俄罗斯军工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低端产能无限扩张，高端技术发展接近停滞。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安东·阿利哈诺夫自己都说，俄国防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已接近极限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2025年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收入涨了 25%， 净利润却暴跌 42%， 旗下的卡车制造商卡马斯销量跌了 20% 以上，净亏损近6亿美元，因为他们现在专攻国防订单，执行的是政府定价，利润率只有 5% 到 10%， 抵不过高通胀、高利率带来的成本飙升，从而陷入了一个离谱的处境，赚得越多，亏得越多。由于亏损太过严重，普京甚至在3月专门签署法令，让他们别再发布详细的年度财务报表。而 CEO 切梅佐夫只有哀叹：我们已经没有余钱来启动投资项目。这就是俄罗斯军工的现状，连活下去都是问题，更别提研发新技术、投资新项目了。所以回过头来再看匕首停产，它或许就是一个预兆，告诉我们俄罗斯要退出未来的大国竞争了。普京用20世纪的冷战思维，花着21世纪的资源来打仗，想要实现19世纪的扩张野心，最后却葬送了俄罗斯在22世纪的发展。不过在眼下，俄罗斯带给乌克兰的威胁还是需要重视的。停产匕首之后，伊斯坎德尔 M 的产量从每月60枚提升到了65枚， Kh-101巡航导弹从72枚提到了87枚，口径则从26枚提到了29枚，连锆石和镐玛瑙的年度计划也已经完成。2026年的前7个月，俄罗斯就造了33枚锆石和60枚镐玛瑙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更大的变化。
俄罗斯正在从追求技术突破的军工模式转向维持战争消耗的模式。可惜的是，俄罗斯现在转向似乎太晚了。乌俄战争打到今天，双方比拼的已经不是谁拥有一两件改变规则的超级武器，而是谁能造出来可以持续利用的东西。这条路乌克兰早就在走了，到现在面对巨大的防空压力，乌克兰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，和美国联手让 S-300 起死回生。过去几年，爱国者一直是乌克兰防空体系里的核心。面对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、匕首等弹道导弹，爱国者发挥了关键作用，甚至还协助 F-16击落了苏35。但问题也非常明显，爱国者太昂贵，而且生产速度有限。美国虽然砸了580亿美元搞扩产，但第一批新弹最早也要2029年才能交付。爱国者的生产线还没谈下来，缺口摆在这里，必须有先进拦截弹顶上。S-300无疑是最现实的选择，因为乌克兰不需要从零开始。2018年，乌克兰就在研究把5V55R 导弹的射程从75公里提升到150公里。2020年，国产固态燃料发动机上了测试台。2025年下半年，乌克兰国防副部长克罗奇科准将公开表示 ，S-300的升级工作已经有了具体成果。同一年，乌克兰启用了本土零附件生产线。乌克兰在 S-300上的技术积累比大多数人以为的深得多。美国能够参与其中也有一个特殊原因，美国手里有现成的 S-300实物。1994年，美国通过秘密渠道从白俄罗斯买到了一套完整的 S-300P 防空系统，耗资1亿美元，运到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红石饼工厂拆了个底朝天。当时美国人想的是研究这款苏联主力防空系统的技术弱点，训练自己的飞行员和电子战部队如何突破它。没想到30多年后，这套系统派上了另一个用场。美国手里有这套系统，就不需要从乌克兰前线撤走任何一套现役设备，完全可以在美国本土完成新型导弹的所有接口测试、物理尺寸、机电接口、发射控制、雷达制导，全部能在美国的实验室里验证完。8月5日，退役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·汉密尔顿透露，项目的技术路径分2条，一个是翻新旧库存，把库存里那些燃料过期、电子元件老化、密封件失效的 5V55 和 48N6 导弹，换发动机、换电子件、换密封件，重新拉回战备状态。另一个是造全新的兼容弹，全新制造，不改变 S-300 的发射器、雷达和火控系统，但里面的东西全换，造一种能和现有 S-300 体系完全兼容的新型导弹。美国和乌克兰的目标是在2026年底前实现初始作战能力，年产量100到300枚。听起来不多，乌克兰战前全部的 S-300PT PS 部队也就25到30个营，即使年产300枚，平均分到每个营，一年也就10到12枚。但是重点不在于数量，而是解放爱国者。说白了，就是建立一个分层防空系统。爱国者只负责拦截伊斯坎德尔 M 和锆石这样的导弹，战斗机、巡航导弹、无人机都可以交给 S-300。更重要的是，乌克兰正在利用过去的技术遗产，结合美欧的工业能力，重新打造自己的防空体系。一个是在消耗过去留下的工业基础，一个是在利用过去的装备，创造新的战争能力。这或许才是乌俄战争给出的最大启示。未来战争淘汰的从来不是旧武器，而是无法适应新战争规则的工业体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觉得乌克兰翻新 S-300能顶住现在的防空压力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